魏无羡坐在驴背上，望着身前的几个蓝家少年。蓝忘机说要把他往蓝家带，当真便往姑苏的方向走。自大梵山上下来，他们已经在路上走了3天。原本仙门子弟遇见来去不过个把时辰，然而魏无羡此生无见，还有一头驴。他很坚持他的驴该和他一起走，并紧紧抱住了他的小苹果不放。带一个人遇见还在接受范围，带一头驴遇见当真岂有此理。魏无羡希望蓝氏诸位看在驴的份上放了他，小辈们为难的去看蓝忘机。蓝忘机丝毫没有沉吟迟疑，只说走。要走的路程预计还有3、4天，但蓝忘机看起来打定主意要一直走下去。魏无羡在驴背上地动山摇的叹了一口气，前面几个小辈中有一人回了头。蓝景一问：你怎么了？我好累啊。魏无羡说。蓝景仪十分不满，皱眉看他，是驴走，又不是你走，你累什么？魏无羡：我都保持这个姿势好几天了，我可真是太累了。这下前面所有人都在回头看他。魏无羡一脸无辜地抬起手，指了指身上的绳索。那条拇指粗的东西看起来像一根洁净的麻绳，仿佛蓝家这种粗使工具都比别家素雅几分。魏无羡在路程的头1天里逃跑了7次，到了第8次，跑出去不到10丈地，碧尘再度从天而降拦住去路。蓝忘机看小辈们把哭天抢地的魏无羡拖回来，便从乾坤袋中拿出了这根绳索。魏无羡以为蓝忘机要捆他，抱着小苹果的长脖子，哭天抢更厉害了，非要把蓝忘机这次搞烦了才好。不想蓝忘机只是转手将麻绳递给了旁边一个小门生，小门生走到魏无羡身边，将绳索环过他的手臂，松松的在腰际打了个结。魏无羡低头，脸上还挂着一派哭天抢地的模样，又差点笑出声来。小郎君啊，韩光君是不是从来没教过你怎么绑人？魏无羡看着那个绑他的小孩，小门生的年岁比另外2个同行小辈都轻些，大概就是金陵那把年纪，甚至更小，脸孔也带些孩子气，没来由让魏无羡想逗弄他，你这是系花绳吧？小门生一言不发，看也不看他一眼，扭头便走。魏无羡盯着那松松挂在腰上的绳索，想了想，叹一口气，觉得不如摘了好。没想到手臂一动，绳索疏忽牵紧，瞬间便在他身上紧紧收束，将他2臂硬生生锁到了背后。魏无羡2个时辰后，绳索自行解开。蓝忘机说：哎，等会儿，韩光君，我这样没办法骑驴的。蓝忘机已经走到了前面，也不回头，背影丢给他一个字：走。走了2个时辰之后，魏无羡打心底觉得有驴真好，他再也不想和这群蓝家人一起走路了。往后的几天，他便死死赖住小苹果，生怕那绳子一紧，又让他上身不动，2腿狂迈地走上好几个时辰。但就算是骑在驴背上，被紧紧捆住的滋味也不好受。绳索一收，他的2臂只能贴在斜侧，夸张的动作一概做不出，令人郁闷十足。魏无羡身上动不了，好在嘴巴还能动。一开始他骚扰蓝忘机，1刻钟里丢过去20几个问题，不外乎是走多久，到了没下面去哪，云深多远之类，还有1天10几次，一成不变的吃不吃，喝不喝，饿不饿，烦不烦。蓝忘机一概只用几个字答他，答案大多都是不和没有。后来蓝忘机走到了一行人的最后，魏无羡再怎么问，他也只不答。反复扭头问问题很累，还会一不小心触动绳索，几次3番，魏无羡终于不问了。然后他找到了新的骚扰对象。一路走来，2个在墨家庄除岁的少年他已了解的差不多，蓝思追和蓝景仪毕竟还是少年心性，被他反复叫过名字，偶尔也会和他说上2句话。唯独后来的那个小门生，魏无羡不知他名姓，他也是满脸不想理人的模样，还和蓝忘机走得近，除了捆绳锁到魏无羡身上那次，居然不怎么能搭得上话。魏无羡在驴上的了空，便去看那小门生几眼。那孩子也带云纹墨额，但没去墨家庄，也没有随同夜猎，在魏无羡召来温宁后，才随蓝忘机上了大梵山。他在山上与人群站得极远，尤其在江城与蓝忘机对峙后，又站到更远的地方。他的眼睛看着魏无羡，还看金陵和江城，不带什么神情。唯在蓝忘机说要带人回去时，狠狠吃了一惊。魏无羡看着，
发觉少年在阳光下的脸孔有些苍白，轮廓方才长开，还没到能称俊美的年纪，脸孔却有种玉石般的清秀高洁。他的眉眼生得很柔和，眼角轮廓也柔软，精致像是笔触温柔的画，但不知怎么有股说不出的孤独或是抑郁，混在线条轮廓之中，让魏无羡越看越觉得有些熟悉。但到底像谁，他一时间竟然想不到，说不出。那孩子觉得自己被看住了，回头问：“你看什么？”魏无羡默然失笑。这一声问得急，听起来有点凶巴巴的。他本以为这孩子轮廓如玉，开口该是蓝丝追那种温和声线，亦或像蓝忘机一样沉默寡言，没想到居然带着一股冲劲。魏无羡大大方方地说：“看你，看我作甚？”年轻的声音里有种不可置信。魏无羡笑得更厉害了。少年像被他背气到了，转头不再理他。奈何魏无羡生来最爱斗不经斗的人和不理他的人，路程无聊，大好机会一概不肯放过。要是这几个蓝家少年烦得受不了，能把他赶走真是再好不过。那孩子背对着他，背影沉默如蓝忘机，漆黑头发没盖住的耳尖却似是红了，在日光下明晃晃的。魏无羡又说：“小郎君，你生得如此冰清玉洁，怎么偏偏脸皮这么薄？你看看，耳朵红啦。”少年背影一顿，不可置信地回头看他，眼睛微微睁大，不知是气是恼，仿佛不知天下还有这么言语不检点的人。这不怪我，魏无羡想，谁让你没去墨家庄，错过了我装疯卖傻，你看你两个师兄的接受力就高得多。其实蓝景逸也听不下去，推着蓝丝追去看蓝忘机。没想到蓝忘机走在后面，目不斜视，面无表情，他们没敢盯上严严实实的一眼，只能把脸转回来，不知道开口说点什么好。你，那少年一下子说不出话，咬着嘴唇，过了半晌，挤出一句：“不要叫我小郎君。”“不叫你小郎君，那叫你什么呀？”魏无羡笑眯眯地问。少年嘴唇一动，还没发声，径自又把嘴唇咬住，好像不想对这个言语轻佻的人说出自己的名字。他牙齿颜色洁白，唇色浅淡，这样习惯般的一咬，就像受了欺负，几乎让魏无羡不忍心逗弄他。然而没来由的不忍只维持了一瞬，魏无羡又说：“我们一起走了这么久，我却不知你叫什么，这样不太好啊。”少年的眼睛又睁大了，没能反驳。这话大概戳到了他心里。姑苏蓝氏最重礼仪，他还是亲眷弟子，就算烦透了面前这人，仔细一想却是觉得性命不通，着实有失考量。魏无羡看他在阳光下的眼睛，这孩子的虹膜也很浅，在野地里被光线明亮的一照，颜色看不分明，直到他垂下睫毛，瞳色才显出些淡淡的色彩，偏冷，如同朝暮时云，不知是灰是蓝还是紫。魏无羡随口说：“小郎君，你还生得挺好看吗？”